謎底揭曉嘍！我們回去要搭的航班是我沒有搭過天河航班 KLM 的第5航權，從巴厘島前往新加坡的航班。那等一下我們就要準備登機嘍。今天來機晚到，延誤了大約40分鐘。所以回到新加坡就半夜1點嘍。那歐籍航空公司的話，他們都比較注重隱私，所以可能等一下沒辦法，就是說拍整個過程，我會着重於我的座位部分、跟餐點部分、跟第5航權的介紹。待會兒我在機上跟大家再分享這一部分。我今天搭乘的是荷蘭航空的777-300ER的機型，那這商務艙是比較新改裝的，看上去狀態還算良好。那新改裝的這邊是非常明顯的，就是它的充電的話有一般插座，USB-A、USB-C 都有，然後無線充電部分也都是有的，有無線充電的部分。然後下面的話，因為我今天坐在 1A， 所以空間是蠻大的。旁邊也是有一個簡单的拉門，像這樣小小的拉門。不過它這個拉門就是一片而已，因為它是一個厚紙板，然後加個彈簧門而已。然後接下來收納空間也還算不錯，椅子坐起來也還算舒適。那我們就順便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菜單嘍。印尼出發，所以蠻合理的。主餐的話，今天是 ravioli 或是 beef rendang， 然後甜點。然後前菜的話会是個沙拉，然後有些南瓜子的部分。歐洲籍的話，酒的選擇都還算不錯。白酒的話有3款是澳洲的，然後再就是 Chardonnay 是法國的，再这 Sauvignon Blanc 是南非的。然後在紅酒的話是2款 ，Pinot 是德國的，然後還有這個是南非的。對，酒的話應該是還算可以。然後這個娛樂系統的話也還不錯，因為在這邊是有繁體中文的哦。這是 KLM 777-300ER， 應該是它的旗艦機種新改裝的商務艙的樣子。那我們今天搭乘是第5航權部分。那現在起飛前的話，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就把門假裝來拉上，像這樣我們就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聊，就是關於荷蘭航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有趣的知識這樣子。荷蘭航空的話，算是歐洲籍裡面經營亞洲經營的比較深的。那荷蘭航空對台灣人並不陌生，因為台灣的話有飛的歐籍航空其實很少。疫情之後，法航就沒有恢復巴黎了，那英航跟德航也都沒有，所以一直有直飛台灣的歐籍航空，就是一直是 KLM。那 KLM 的話，台北經營的时間是非常長久的時間了。最早的話是中停曼谷，是阿姆斯特丹，然後曼谷，然後台北，曼谷台北是有第5航權的。那後來拉直之後变成阿姆斯特丹到台北直飛。那直飛之後，它有再延伸到馬尼拉，不過這一段台北馬尼拉是沒有第5航權，不能賣票，算中停。那荷蘭航空對於第5航權的運用，其實是在歐洲籍裡面運用的非常的淋漓盡致的。我們今天搭的這一段也是第5航權，是新加坡到巴厘島。那還有另外一段第5航權是吉隆坡到雅加達，也就是它有一条是阿姆斯特丹、吉隆坡、雅加達有賣票權，有第5航權。阿姆斯特丹、新加坡、巴厘島也有第5航權有賣票權。阿姆斯特丹，然後台北、馬尼拉，不過台北、馬尼拉沒有賣票權，是這樣子的。那疫情中間的時候，那時候因為防疫限制需要隔離。那這很多航線都無法實施，所以疫情的時候，他仍然沒有放棄台北，那他就把台北呢 tag 在首爾的後面，因為當時首爾的話，他們有針對這種長程線機組員的防疫有比較放寬，所以他們可以做一個營運。所以那時候疫情的時候是阿姆斯特丹、首爾、台北，阿姆斯特丹、首爾、東京，就是以首爾當做一個分界點，讓他們去營運第5航權的部分。這是在這個 KLM 的史實，也就是他們非常習慣性去操作這種，就是把亞洲城市2個合在一起操作。那他們會去切那個漂亮位置，比如說阿姆斯特丹到台北、阿姆斯特丹到馬尼拉，應該各賣幾張票，然後算它的利潤。他們對這一點做得蠻厲害的。歐洲籍應該只有 KLM 比較擅長做這件事情，其他的話比較少有這種 tag on 的這種狀態。那歐洲籍相對於經營亞洲市場興趣缺啦，航線最多的應該還是。我不知道 Lufthansa 跟 KLM 是BA 肯定最少了哈 ，BA 肯定是最少的。那這一趟的話，這個是很便宜的航班。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航段新加坡到巴厘島，如果遇到促銷的時候，這來回的商務艙其實只要13000-4千塊而已，新台幣，是不是真的很便宜？而且單程價就是來回的一半。所以像這次我是買單程回去的，對，所以如果要來巴厘島，那找不到合適的機票，除了雅加達之外，也可以考慮第5航權的這一段，因為第5航權通常都比較便宜，像國泰航空營運的第5航權賣的也比較便宜，因為畢竟它不是本地航空公司，所以會稍微比較弱勢一點，所以賣票上面也會比較便宜。
那以上是關於 KOM 的一些知識，跟大家分享一下。對，那天河我比較不熟，所以如果我有講錯部分，再請各位觀眾來指正嘍。那剛剛跟大家講到這個熒幕上面有繁體中文，但是很抱歉，點進去裡面還是簡中，對，所以這個是我剛剛講錯。然後 KLM 這個飛機就是你看它飛機上的這個配置啊 ，Type A、Type C 啊，還有這些無線充電，你會知道這個是新改艙的，但這個不知道是機艙配置還是什麼問題，就是不感覺到它是新的。英航的 Club Suite 的話，就是你一進去就覺得哦，那是新飛機，或者是像它那個新改艙的777-200E啊，雖然機齡26年，可是你進去你會覺得哦，那是新飛機。這個的話，機齡7年，然後也改艙過，可是知道設備是新，但是就感覺不出那個新的感覺。我也不知道哪的，就是蠻多誘賠的地方，就是旁邊的這些漆啊掉，對，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那我們今天就是搭這一段，然後我會再從新加坡搭馬航，然後就是修行的後半段，就是再從新加坡吉隆坡到吉隆坡台北這樣子。那剛剛地上部分我沒有太多拍攝，是因為這次的話，這個這麼便宜的票價的話，它是 Business Light， 所以是不含貴賓室的，所以沒辦法進這邊的 GA 貴賓室。不過我想，連雅加達主場的 GA 貴賓室的食物都長那樣，我想巴厘島的應該好，所以我也就不覺得可惜沒去。對，然後剛剛在那邊等，然後去 PP 卡貴賓室稍微坐休息一下，不過也沒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就沒有拍給大家介紹。那歐級的話，我們就很注重隱私，所以我現在只能拍我自己座位這個部分給大家看一看。那等一下起飛之後，我們就拍餐點部分。對，那這一趟巴厘島跨年的這趟旅行也是蠻有趣的。對，那跟大家分享我的旅遊。After you have selected airplane mode, feel free to turn on Bluetooth. Please make sure the device is visible at all times while charging. Charging of electronic devices is not allowed during taxiing, takeoff and landing. If you lose your electronic device in your seat, please do not adjust your seat but call a crew member. 现在餐食上了，那這邊的話是有一個意大利麵的選擇，跟這個仁當牛肉飯的選擇。先照一下這個餐點本身的狀態。大家剛剛看到餐點的狀態了，我想應該也不用我再多說什麼了。歐洲級的3家裡面3大啦哈，我覺得因為我就不跟亞洲級的比了啦，就是這個任何一間亞洲級的食物都一定贏過這個歐洲級的食物啦。但歐洲級的3間雖然 BA 改制真的是很過分，但是我還是要說，就是歐洲級的3間裡面，我覺得 BA 的食物改成豆案口之後，真的是最好吃的。這 KLM 這個餐點真的是不太行，就是除了擺盤很陽春，東西一盤上之外，也沒有點餐服務，就是推車出來一個一個上。BA 的長程線的話，還是有點餐服務，是一個人一個位上，而不是還是推那個餐車出來。用推餐車出來的真的是比較舊式的做法了，對。然後而且食物的品質看起來也蠻普通的，對。可能歐洲人就真的不在意吃吧，對啊。然後香檳的話，我們喝看看。香檳倒還行啦，就是至少不是氣泡酒，給的是香檳，這個倒是還好。不過氣泡好像也不是很多，然後而且連個放麵包的盤子都沒有，麵包就這樣丟在桌上給你，對，就真的是很歐洲人 KLM 吧，對啊。這是我第一次真的搭 KLM 的航班啦，那平常我真的很少機會搭天河聯盟成員的航班，對，那所以餐食確實是稍微弱了一點，還是比較習慣國泰的服務。國泰東西真的是比較好吃，對啊，還有像日航等等等等。好，那我們等一下吃完之後，再大家去看一下廁所的環境。好了，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廁所部分了。777-300E啊，空間應該算蠻大的，不過這個廁所的話倒是有個蠻可愛的這個壁畫啦，這個也是它的特色之一。那這個房子是有人特別在收集的，因為這房子造型非常的可愛而且漂亮，那而且完全是隨機的。那聽說好像有非常多種哦，有人專門在收集 KLM 這個小房子，對，那他也畫在這個廁所裡面。那等一下我們也來拍一下，我們今天拿到什麼樣的小房子哦。那備品的部分呢？就是阿姆斯特丹當地的牌子，這也蠻合理的。其他還有這個，這個倒可以，有鬱金香，這好像還蠻合理的嘛。就是大家荷蘭航空好像鬱金香一定要有，這真花還是假花啊？好，很好，這個是假花。
這是假花，不過我覺得也是還可行啦，就是因為荷蘭航空嘛，畢竟荷蘭就是有鬱金香當做一個代表，也還可以啦。雖然是假花，好吧，就是不過有個裝飾總是原諒它。好，那這就是廁所的部分，對，給大家開箱完畢。歐洲人都很喜歡吃巧克力，所以餐後也給了一個巧克力，巧克力也是房子圖案的巧克力。不過大家看到問題所在了嗎？就是跟剛剛麵包一樣，這個巧克力完全沒有可以放的地方，或許他們一口拿就直接吃掉吧。所以我現在為了拍攝它，我只能暫時放在自己的褲子上，因為我完全沒有任何可以墊的餐具。這荷蘭人好像真的是蠻豪邁的，銀行的服務好像還稍微細緻一點，那些給西餐盤比較多，這個就真的是，就直接叫你用手拿，就是他就拿一盒打開，叫你直接用手拿，然後直接吃掉，什麼東西都沒有給你哦，連一片衛生紙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很妙，很妙。好了，搭荷蘭航空最期待的時間到了，就是這個小紀念品的時間。對，這個紀念品最值得讓人期待了。那大家看到這邊了嗎？這邊是有個編號55的，對，編號55的，所以真的是有非常多種，有人真的會去特意收集這個東西。那這也是個很有趣的東西。那這個只有長程線才會有，短程線是不會有的。那這一段第5航權的服務是比照長程線的，所以就會有這個東西，所以是非常難得的。要不然一般的話，你應該要飛 KLM 的長程線才會拿到。但是我們現在只要短短的飛2小時，我們就可以拿到嘍。所以如果想要收集這個小禮物的，這是個很好的航線。那這個情況在長榮也可以發生。像長榮的台北曼谷，有些飛機是會接長程線，有些只有台北曼谷來回。那9單的部分就是一樣，就是如果是接歐洲的話，9單會比較好。那這也是一樣，因為它長程線班機嘛，所以機上就會配這個東西，所以它就会給。那這也是第5航權的一個有趣之處，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好啦，那荷蘭航空最期待的就是這個東西了，沒有別的了，沒有別的可以期待的東西了，真的。那我們等下到新加坡也很晚了，我們會休息一下，我就要回台北嘍。那下次旅行再跟大家相見，拜拜。因為畢竟東航貴賓室的賣點就是傳說中的那個叫東航那碗麵。東航在每個機場貴賓室都推出不一樣的東航那碗麵。這吃的東西好像不比東航國航差